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6日晚间21点5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9月5日美国劳动节，所以呢连续3个交易日也就是周六、周日、周一3个交易日美股不开盘。但是呢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它在今天是开盘了的，开盘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这个反弹行情呢对比特币略有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今天出现了一小轮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的反弹力度是最大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连续的上涨，特别是15分钟级别连续的上涨，上涨之后呢非常接近于前高，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以太坊本身呢会出现一个上冲动作。但这个上冲动作呢截止于什么位置呢？截止于美股在当前开盘的时间点。我在上周和本周一已经反复提及道琼斯工业指数呢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处在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同时呢本周开盘之后，目前正在走的是周线级别的杀升阴线。这个杀升阴线一旦走出来之后，我们对下方有下周的预期就是唐僧阴线，所以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本轮行情当中有这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预期。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之前提过了日线级别上它在完成了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收之后，出现了新的悟空阴线。那么今天走的就是八阶阴线日线级别的八阶阴线，日线级别有下跌吸收的预期，这意味着它的下跌的周期要升级到周线级别。所以呢比特币出现了一些反弹特别是在以太坊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些反弹，但是它的下跌趋势没有被这些反弹所改变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那比特币是从8月19日跌破结构的跌破什么样的结构呢？跌破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在反弹过程当中这个反弹幅度是达到42%的结构。跌破这个结构之后，行情当中出现了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8月19日的这根阴线就是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产生的震荡，所以呢后面的这些震荡呢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然后走八阶阴线，八阶阴线是一根独立的阴线，后面围绕着11根的交易日11个交易日的震荡呢，我们管它叫杀僧阴线。因为杀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后面我们对这个有预期的唐僧阴线它的目标位就在19000美金到18000美金这个地方到达之后构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修。但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不要恐慌，我们认为在前低的影响下17605出现之后，这个位置上存在一定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是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形成的，在19000美金附近构成的支撑。这个支撑位在跌破之后很有可能再次收回来，并且反弹幅度能够达到20%多这个幅度呢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测量过20%几的反弹目标是有的。这一轮下跌之后再反抽上来，我认为是对5月份从300美金跌到17605这个快速下跌的第二轮回补动作目前行情已经做了一轮回补，下跌完成之后还会有第二轮回补，但是目前为止还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行情无论是出现了反弹也好，还是以做空为主。那么我看到了最近的反弹是因为美股停牌3个交易日，同时以太坊带动下构成的反弹，而比特币本身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它的幅度非常小。我们看以太坊今天出现了非常大的反弹，但比特币的反弹幅度仅有 2.75%， 这个幅度在行情当中是非常小的。所以呢目前行情仍然以下跌为主。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你就能看清楚当前的行情呢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个下跌趋势是怎么判断的呢？我们认为行情当中只有出现标志性的大阳线之后，行情才有可能反转。那在日线级别上没有出现大阳线，4小时级别上同时没有出现大阳线，同时呢我们画出下跌趋势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没有办法找到焦点。如果一段行情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焦点，它就是一直处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行情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实质性的改变的前提条件呢，第一个是
日线级别出现大阳线有个标志性的阳线叫悟空阳线，目前没有出来。那第二个实质性改变呢是脱离结构目前虽然是从这个走出来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看到它脱离了结构，但是没有标志性的阳线，所以还不能说它有反转所以它的整体趋势呢还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而且是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今天美股不断创出新低，所以呢这种趋势下呢还是以做空为主。我反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来看它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拉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了非常接近于前高附近 0.088 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它已经完成了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欧，所以呢这个位置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回调，这个回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虽然以太坊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就是它的革命出现了，它从挖矿机制改成持有以太坊就会得到以太坊这个机制就是从炮机制改成这个持币分红的机制但是呢目前接近前高的位置就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容易出现快速下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通过划分 K 线，我们看到这里是悟空阳线，然后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出现之后呢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次时间级别的下跌，所以呢在非常接近于这个交点位的这个位置上，行情已经出现了疲软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它是出现了一个阳线，但是小线级别呢正在走几根阴线如果持续的下行的话它的这个上涨趋势就将完结。同时呢我们回到以太坊的结构当中以太坊的结构我们昨天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几个压力位呢我一一提一下了。现在的行情它对几个压力位做出了一些突破。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是去年今年5月份的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目前已经发生了突破，我们在小日线上可以看到它已经站上了1650美金站上之后呢对这个对这个日线级别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进行了突破，绿色线突破。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弧形的这个趋势它也发生了突破，弧形的这个是周线级别上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弧形的顶部弧形的顶部目前来说略微突破了一点点，但是不能说它已经站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非常容易回打下来。同时呢在上方还有重重压力，这个压力呢是144和169日均线在这里形成的，大概是在1780美金。所以呢上方还有压力的情况下，目前处在略微突破的情况下，回调或者是直接下来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呢目前为止前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提1650美金开始布局空头仓位目前来看布局空头仓位的时间点正合适那你在这里建仓的话把止损设置到1700美金是非常合适的它在这里面可能直接下来，也可能出现一个反抽之后再下来。这个反抽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行情当中非常容易多的出现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也就是这样的左低右高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主要就是让空头离场，让多头进场这种结构非常容易出现。所以呢这个止损位要略微设置的高一点，比如说现在的高点是1686，你可以把高点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1707这个带点整数的这个位置上，带点零数的这个位置上以防止它出现反抽之后你的仓位失去你的空头仓位失去，或者呢你受到吸引的话，你受到多头吸引的话，你容易在新高之后进场。那新高之后进场的话，如果出现 M 顶的话左低右高的 M 顶的话，很容易被套牢。所以呢这个行情是做空的行情，止损呢要略微往上做一点。在行情当中呢一定要把握的一点就是抓住趋势第一点是抓住趋势。那我们看到美股的周线趋势已经下来了，已经走到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了。比特币呢目前正走在这个日线级别唐僧阴线。那虽然以太坊它有一段的独立行情，但是上方重重压力的条件下呢应该是以做空为主，下面的空间还有很大。首先呢我们看以太坊呢有可能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为什么说它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呢？因为它在反弹过程当中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下跌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
八节阴线，八节阴线走出来之后，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吞没了八节阴线，但是悟空阴线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仍然存活，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出现接力式的下跌把这个八节阴线再次复活，最终呢形成一个什么呢？八节阴线组，然后往下走，唐僧周线级别的唐僧，沙僧阴线，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呢到达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1100这是以太坊的看法虽然目前它由于种种利好发生了上行动作，但前高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前高影响下。同时，以太坊本身上方重重压力，就是144和169日，这个压力下这块还有个白色线，白色线是这个以太坊高点$4900出现之后，波谷的连线在这个$1900附近$19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上方的压力是1780到$2000这个区间，分别是144均线还有这个波谷连线高点过来的波谷连线，还有这个169日均线。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它略微突破了这个周线级别的形成的波峰弧形的波峰，但是呢，它的这个趋势还没有完全反转并且建立高点之后还有机会回打下来很多行情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短时突破进行一个诱多之后呢，然后再回打下来，所以呢，在当前的这个点位呢，是建立空单的一个时间点，特别是在这个熊市的行情中是建立一个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和机会那如果错了怎么办呢？错了就要立即止损，所以呢，在这个行情里面要控制仓位控制自己的止损呢，在进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设置进去。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点位当前的时间点进场1650附近进场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止损设置在1707带点零头的这个位置有了止损呢，你就会感到心理上也安全，并且呢，你能够保证你大部分的本金不会因为行情的波动受到更多的损失。那么昨天提到了有2个币就是 STG 最近也一直在提今天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你可以根据这个悟空阳线往上走它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上涨这个我在之前的行情当中也说过，但是它出现4小时级别阳线之后被杀死了，阳线被杀死，立即止损就好了那这个位置呢，它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呢是有别于它的下跌过程中的悟空阳线出现了之后，目前正在走8节阳线，那么你就可以把悟空阳线的这个 0.623 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预期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甚至是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还没有出现我看一下它对 BUSD 的 STG BUSD 的这个交易对它比较全一些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它就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它有这个机会出现。那么我们昨天说的这个1000倍的 Luna 1000倍的 Luna 它已经走出了一个行情，这个行情呢，我们看到了首先呢，在日线级别上，它出现了悟空阳线，然后8节阳线组、唐僧阳线组、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出现之后在这里面又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日线级别的上涨，悟空阳线组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对它有一个日线级别下一根阳线的预期，目前处在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8节位这样呢，它就有走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预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它有这个周线级别上涨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分别是悟空阳线组这块的悟空阳线组、8节阳线、沙僧阳线那它就有一个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有预期是有预期，但是在行情当中一定要设置止损，特别是它在日线级别上涨幅度非常巨大达到了70%-80%的条件下
啊，一定要设置止损。这个止损怎么设呢？我们看到了，它目前是一个4.2级别上也已经出现上涨结构了，你就可以用4.2级别去做啊。这个位置是悟空阳线，4.2级别悟空阳线，然后走8阶阳线，然后走沙僧阳线。目前呢，它是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你可以把沙僧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0.34附近略低一点设置为它的一个止损位如果跌破的话，立即止损出场观察。那它现在目前走的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就有一个接力式的上涨预期，可能会到达0.5美金以上，出现唐僧阳线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它在目前多头正在发育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之后呢，有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目前它还是处在多头的行情当中所以呢，要耐心等待进场机会，也可以现在进场的话，同时要设置止损无论什么时候进场，等待进场机会，设置止损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就叫 K 线西游战法，去搜就可以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